这是一个被夹在史书缝隙里的王朝，是女真人第一次问鼎中原的辉煌过去。这是一卷被胜利者反复涂改的历史，无人知晓在兵临城下之际，皇城之内留下了多少隐秘故事。从亡辽灭宋的铁血雄狮，到藩臣口中的庸弱之国，历经120年的大金王朝为什么会在短时间内迅速崩塌？同一时间，草原上另一股力量正在成型。成吉思汗少年丧父，被部族抛弃，几次走到生死边缘，最后却改写了整个世界的秩序。一个原本弱小的游牧部落是如何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统一，又如何变成席卷欧亚的战争机器？蒙古帝国是人类历史上版图最大的陆地帝国。那么它的起点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漫辽蒙金战争第1集，您将会看到2条主线，一条是女真霸业出现裂痕，一条是铁木真一步步崛起。本系列视频将以宋金元3朝史料为骨架，还原13世纪前后宋金蒙西夏之间的权力角逐，从分裂走向统一，一个王朝诞生之前要经历怎样的阵痛，历史的轮回又当以何种面目重新示人呢？公元1214年农历3月25，金朝中都大兴城，一场婚礼正在举行。但是这场婚礼没有多少喜气儿，城外是蒙古大军压境，城内是王朝最后的体面。出嫁的人是金朝皇帝完颜永济的女儿齐国公主，她要嫁的人呢是草原上的征服者52岁的成吉思汗。这不是一场婚礼，是一次交易，更准确的说是一场求和。蒙古围城，金国风雨飘摇，为了换一口气儿金廷送出了公主，还有童男童女500，锦绣衣3000件，御马3000匹，以及数不清的金银珠宝、古玩玉器。金朝的都城中都行政区域上属于中都路大兴府，所以又叫大兴城。大致的位置呢，在今天北京西城到丰台一带。史书记载，这位齐国公主是秀慧而貌不扬，很贤惠，长相很一般，但是却被蒙古使臣一眼相中了，然后就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这位齐国公主的母亲姓袁，因为心疼女儿，也跟着一起远赴漠北。在欧亚大陆的东部，称霸一时的金王朝历经了100年统治，也落到了用女人换和平的下场。可即便如此，命运也没有给他太多余地。此后不到20年，金朝皇室更是遭遇了不输靖康之变的历史轮回。可是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前倒，你会看到完全不同的一幕。100年前的大金国还不是这个样子，那个时候的女真人刚刚从白山黑水走出来，粗糙简陋，甚至带着野性。但也正因如此，他们凶狠高效，难以阻挡。带头的人叫完颜阿骨达，我们看就是这位，2500人就敢起兵，3-5年光景就成了气候。公元1115年，阿骨达在会宁称帝，国号大金，年号收国。女真族第一次以一个国家的形式登上历史舞台。这里的会宁在今天黑龙江哈尔滨的阿城区。从这一年开始，阿骨达兵分2路，以辽武经为目标，拉开了历时10年的灭辽之战。当时的金国兵强马壮，骁勇善战，只用了5年时间就占据了辽国半壁江山。南边的宋朝是徽宗皇帝，这个徽宗皇帝这时候心心念念想要趁机收回燕云16州，于是就签下了那个著名的冤种协议海上之盟，给了宋军机会。可惜他们不中用，偷鸡不成反丢了一把米。阿骨达对宋朝比较和善，可是他的继任者并非如此。公元1125年，金太宗完颜乌齐买兵分2路对宋朝发动战争。北宋失去了战略缓冲区，金兵以摧枯拉朽之势，在1126年直取汴京，酿成靖康之乱，俘虏了徽钦2帝，搜山捡海抓赵构，一时间是势不可挡。在最鼎盛的时期，金朝的疆域北起外兴安岭，南至大散关淮河一线，东临日本海，西接西夏，领今天黑龙江、吉林、辽宁，并河南、河北、山东、山西7省之地。如果加上内蒙古
和陕甘部分地区，总面积相当于南宋的2倍，总人口达4800万之众，高丽西夏俯首称臣。那个时候的大金国是欧亚大陆东部的最强王朝。然而时移世易，入主中原以后，女真贵族们慢慢变了，弓马生疏，武备废弛，满朝文武几乎都存了消灭南宋、一统天下的心思，可是始终力不从心，不能如愿，所以只好和南宋、西夏两国互相对峙，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和平相处了30多年。大致在金世宗、金章宗大定明昌之治的巅峰之后，晋朝开始走起了下坡路。后来有人给总结了8个大字，叫做聊以是废，今以如王。这话有谁说过呢？比较明确的记载是忽必烈。说这个忽必烈啊，向金朝遗老张德辉问话的时候提了这么一句，说我听说啊，辽国因为崇奉佛教，虚耗国力而亡，金朝则是因为汉化，尊崇儒学而丧失了尚武精神，最终走向灭亡。有这么回事吗？您注意啊，这本来是一个问话，后来却被当成了答案，再往后呢，变成了一种说法论调，叫做汉化王国。大致意思是说，北方民族一旦进入中原，开始学礼法讲文化，追求秩序与生活品质，就会慢慢失去锋芒，变得迟钝，最后被取代。这是一种比较笼统的解释，成不成立啊，是需要另当别论的。那么对于金朝而言，汉文化的浸染对政权稳固与否有没有哪怕一点点影响呢？把这个问题摆在这儿，听我把后面的故事讲完，您再好好琢磨琢磨。如果我们把时间再往前推，您会看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建国之前啊，女真人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中国东北，南起鸭绿江和长白山，北至黑龙江，东抵日本海。在辽朝统治时期，根据地理位置和臣属关系，把女真人分成2大类。今天辽宁开原以南的被编入了辽国户籍，这部分被称作属女真，主要分布在辽河流域、辽东半岛一带。今天的吉林扶余以东、第2松花江以北，包括黑龙江流域、长白山地，居住在这片广大区域的被称作生女真。生属女真的分界节点，南边有开原，北边有扶余，这么2个关键坐标。中间区域呢，还有过渡地带，居住着回魃女真，这部分同样是编入辽国户籍，但是允许和生女真往来。那么属女真纳租赋服兵役，由辽朝直接统治；生女真只需要向辽朝进贡，由部落首领自行统治管理。建立大金的完颜氏就是居住在暗出湖水流域，也就是今天阿什河一带的生女真一部。女真人的生活方式和汉族那种农业文明是完全不同的，同时呢，又不能简单公式化的以游牧方式来说明。根据剑桥中国史的记载，女真人不仅不同于契丹人，而且更不同于蒙古人。契丹人、蒙古人更符合草原游牧文化，逐水草而居，住的是毡帐，主要家畜是马和骆驼。而女真人的生活和经济方式是根据各自所处的环境而定的。在森林里的以渔猎为主，在平原上的则是饲养牲畜或者是从事农耕。那么女真人也养马，甚至还输出马匹，但是他们的主要家畜是牛。他们的重要物产是类似猎鹰和隼的海东青，一种用来狩猎的猛禽。气候寒冷，山高林密，虽然不比突厥、蒙古那些草原游牧民族吧，但是女真人的生活条件同样原始简朴。北宋末年有一位外交达人，此人姓马名阔，字子冲。马阔在宋徽宗宣和年间曾经多次出使金国，直接参与了宋金交涉，后来以亲身经历和见闻写过一部《毛斋自序》。根据马阔的记载，说有一次出使女真，马阔随同完颜阿骨达一起打围。他看到的当时的女真最高统治集团没有繁文缛节，没有君臣尊卑之分。说在这个围猎过程中，马阔和阿骨达及其部下共同进食，在土炕之上摆设了个矮桌子，大家都围坐在这个矮桌子前。
桌上摆放的这个皇家大餐，主食是拜饭。那拜饭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片，一种像水稻又不是水稻的植物，常常被当作杂草，它的果实煮熟了就是拜饭。席间呢还有凉菜，有腌制的黄瓜、韭菜、野蒜，最多的是各类肉食，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煮熟的、烧烤的、生吃的。金人呢都是用随身携带的刀子，一边割肉一边吃。酒水是没有什么滋味的那个冷酒，餐具是粗糙实用的木盘子。据说当时的女真百姓还喜欢吃一种以半生米为饭，泡上生狗血，再加点葱花、韭菜，以此作为主食，极具北方蛮族特色，有点类似今天中国东北地区那个血肠之类的食物。可是在当时宋朝使节眼中，这东西却是污秽不可巷口。据说这种狗血拌饭会在胃里2次发酵，它的主要功效是抗饿，是物资匮乏的女真人面对极端生活的智慧结晶。吃的东西尚且如此，居住条件自然也是好不到哪里去。金朝建国之初啊，完颜阿骨达居住的皇宫只有1间房屋，在炕上摆设金装交椅2副，阿骨达和他的夫人并坐。不仅没有宫廷内侍把门，附近的邻里谁家要是办了红白喜事，杀鸡煮酒还可以直接上门邀请阿骨达一起吃饭。这个皇宫没有浴室之类的，皇帝和百姓都在一条河里洗澡。每逢立春的时节，皇家会举行祭土牛的典礼，远近的父老不分男女都可以围着大金的宫殿看热闹吃瓜。他的这个1间宫殿，即便是后来连宋灭辽，也是在这里接见的宋使。那么阿骨达呢，曾经向马阔做过解释，说我家自上祖相传，只有如此风俗，不会奢侈，只得这个屋子冬暖夏凉，更不必修宫殿，劳费百姓，难使务效。阿骨达不修宫殿，崇尚节俭，但是其他女真贵族在这一时期已经把从辽国掳掠来的乐工列于屋外歌舞玩乐起来。这些就都是马阔的观察，说如此艰苦的生存条件培养了女真人能征善战的勇武，可是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仪文制度却是一窍不通，为此还闹过不少笑话。女真的军队在占领了辽国燕京以后当地的官员和豪族为了取悦阿骨达，特意准备天子仪仗迎接他进入燕京大内。没想到阿骨达呢，带着几个亲信进去以后，一屁股坐到了宫殿的门槛上，就在那里接受投降。后来呢，他还向人打听说那个皇帝用的黄罗伞有多少饼，他打算给在场的女真贵族每人都称上1饼。这件事儿被南边的人们又传成了笑话。另一件趣事呢，是关于女真的生日。女真过去是没有历法的，过日子凭的是草一青为1岁，每年看到那个小草发芽了，就代表自己又长了1岁。金朝开国发迹之后，王公大臣们也不记得自己的生辰，那就各自挑选好日子当生日，比如年罕选了正旦，戊时选了元夕，正月初1、正月15，还有一些贵族呢选了端午、七夕、中秋，甚至连祭祖的中元节也有人拿来做生辰。总之这个金朝开国之初是个战斗力十足，突出一个野字的王朝。然而入主中原以后，仅仅过了2代人就摆脱了野，变得文气起来了。起头的就是第3位君主金熙宗完颜亶。完颜亶又名完颜和剌，这是阿骨达的嫡长孙，完颜宗俊的长子。完颜亶不一般，他是自幼跟随汉人名士韩昉学习汉家文化，什么诗词歌赋、雅歌儒赋，包括分茶焚香、弈棋象戏，无一不通，无一不能。这样的风流天子，很多的金朝开国老臣看他很不顺眼，完颜亶就背地里骂这些老家伙是无知夷狄。老臣们也回敬，说他是一汉户少年子。金熙宗被杀以后，第4位皇帝就是靠政变上位的海陵王完颜亮，女真名是嫡姑乃。完颜亮同样是从小就好读经史，能诗善赋。
有这么一首鹊桥仙流传下来，大家可以感知一二。说有那么一年中秋节啊，完颜亮在汴京设宴赏月，好好的月亮突然飘来一片黑云给遮住了。完颜亮即兴挥毫，说停杯不举，停歌不发，等候银蟾出海，不知何处片云来，做许大通天障碍，求人碾断星眸正烈，唯恨剑锋不快，一挥截断紫云腰，仔细看嫦娥体态。随性发挥，一股豪气从字里行间涌出来。这个完颜亮啊，还有一个执念，就是南征。他呢读禁书，崇拜的是苻坚，那个几乎统一天下却在淝水一战遭遇惨败的那男人。他看见的是野心，没看见的是代价。于是呢，亲率32总管准备渡江，一举灭宋。但是历史没有给他机会。就在南征的途中，他的后方突然变了天，完颜雍在辽阳登基称帝，军心动摇，最后呢部队哗变，完颜亮被弑身亡，死在了自己人手里。接下来就轮到了那个完颜雍。金熙宗、海陵王完颜雍，这仨呢都是阿骨达的孙子。3个孙子各有各的不同。金世宗完颜雍女真名叫乌禄，又被写作呼啦玛、呼啦美，金朝第5位皇帝。在他之后是他的孙子金章宗完颜景。历史上这祖孙俩的统治时期啊，被视为金朝的文景之治。50年间，他们对外与宋讲和，保境安民，对内是修明政治，劝革农桑。金世宗完颜雍更是被时人誉为小尧舜。在这一时期啊，金朝实际上是表面国力繁荣，可只有金世宗自己知道，女真人正在走向腐化和颓废。他把这个问题的根源就归结到了深度汉化上。他认为必须竭力扭转这股汉化之风。于是呢，金世宗开始大力推广女真语言和文字，创立女真进士科，注重皇家子弟的女真文化教育。特别是原本引以为傲的弓马骑射等等技艺，完颜雍看得最为重要。然而他的一番苦心终究还是错付了。金世宗的太子啊叫完颜允恭，完颜允恭英年早逝。完颜雍闻讯以后悲痛欲绝，转过年就立了皇太孙，也就是允恭的儿子完颜景，这就是金章宗。有这么一个历史细节很有意思，就说被立为皇太孙的那一天呢，完颜景当着祖父的面流利地讲了一大段女真话，这让完颜雍当场动容。他以为自己这些年复兴女真文化没白忙活，可实际上这个完颜景纯粹是在逗老头开心。他真正擅长的不是女真文化，而是汉文化。他的这个汉文化修养几乎可以比肩很多当时的名士，特别是在书法方面。金章宗酷爱瘦金体，一手字儿像极了宋徽宗，整到后来民间一度讹传说他其实是宋徽宗的曾外孙。即便是到了现代，有个别的名画上的那个题字一度被误认为是宋徽宗的手书。经过仔细鉴别，根据一些细枝末节才确认这些其实是出自金章宗之手。但是这一切的另一面与之相对应的是女真人急速退化的尚武精神和军事实力。特别是金章宗之后，齐国公主的父亲完颜永济继任，金朝的那个武力值更是断崖式下跌。最形象的例子就是发生在1212年金朝国都的一场社宫宴。完颜永济原名是完颜允济，金章宗的时候替章宗父亲完颜允恭的名讳改成了完颜永济。这是金朝的第7位皇帝，金章宗的叔叔金世宗完颜雍的第7子。金章宗病死以后，因为没有子嗣，魏王完颜永济就这样被迎立为帝。这个人一共在位5年，后来因为政变被杀了。身故以后，先是降封为东海郡侯，再追复为魏王，谥号为绍，所以呢史称金魏绍王。说了魏绍王，再来聊聊社宫宴。所谓社宫宴原本是宋辽两国友好往来的一种礼仪，是两边给对方使者和随员赠送金银礼品的聚餐活动。
到金朝和南宋时期，这个射宫宴逐渐成为两国外交礼仪中暗暗较劲的一项重要节目。按照惯例啊，这个射宫宴当天，宾主双方需要按照礼数互敬7轮酒，再各自换上窄衫束带，或引弓或持弩携助手参加射箭比赛。这个比赛的规则呢也很简单，以金朝这边的记载为例，有一处专门的靶场，靶场上有几十名精壮小校分列两旁，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一个专门的一支乐队。这个箭靶呢是精心装饰过的，上面画着什么火珠啊，还有飞鹤、绿竹之类的作为点缀。靶心周围分别有9个银碟子，两侧有专门贺箭的卫兵，如果射中了，卫兵就面向正厅鞠躬，并且摊开双手。乐队那边呢，会有人紧跟着喊上一嗓子说打着，接着就演奏一小段乐曲以示庆贺。射中了哪个银碟子就领走哪个银碟子，如果是射中靶心了，就可以一次领走9个银碟子。这个选手获奖以后，必须向其他人敬一轮酒，才可以继续参加下一轮比赛。对于以弓马为傲的女真人来说呀，这场宴会形式的射箭比赛是他们为国家赢荣誉、为圣主争颜面的大事。以往成绩呢一直很是可观，基本上赢多输少。尤其是金朝开国的君臣和第一波宋朝使者打交道的时候，非常瞧不起男人的弓马。完颜年罕见到马扩的时候啊，就曾特别直白地问过，说我闻南朝人只会文章，不会武艺，是真的吗？问完就扔给马扩一张弓，说愿得略见男人射弓手段，口气是相当狂妄的。可是到了金世宗时代，金朝要想在射弓宴上扬眉吐气，就必须要费点小心思了。为了筛选好苗子，朝廷会搞好几轮预选，把高手集中到南京进行培训。为了夯实群众基础呢，朝廷还下令严禁女真人网捕野生动物，必须使用弓箭。可是即便如此，女真人的射箭技艺仍然是每况愈下。到了魏少王时期啊，射弓宴上的表现几乎就到了把脸面贴着地面来回摩擦的程度。说这1212年时值正旦，南宋派了2个年轻使节来给魏少王朝贺。正使叫程卓，前刑部员外郎，出身书香世家，他的叔叔程大昌是南宋著名学者。副使赵师言，南宋宗室，前中州防御使，一文一武，正副二使。这几个人啊，秋天从杭州出发，顶风冒雪，12月底才抵达中都。正月初1行过大宴，3天以后照例举行射弓宴。和以往一样，金朝对此十分重视，一上来就派出忠勇大将军、殿前右卫将军完颜守荣，让他充当伴射。可是谁也没想到，这个完颜守荣掉了链子，从中午到黄昏连射不中，反倒让宋朝使节露了大脸。这场射弓宴不仅反映了完颜守荣的无能，更代表了金朝当时绝大多数蒙安谋克的水准。蒙安谋克啊，是金代女真族的军事和社会组织单位，其中这个蒙安呢代表的是千夫长，谋克代表的是百夫长。最初只是女真人为了方便征掠围猎才设置的头衔。完颜阿骨达建国以后，蒙安谋克就发展成了军事单位的编制，每300户为1谋克，10谋克为1蒙安。金朝初年的女真铁骑啊，耐寒忍饥勇悍不畏死，诞生了一群史书留名的蒙安谋克。想详细了解这段历史的朋友，可以出门右转观看我的慢聊两宋燕云系列。这里啊，我只举一个例子，用以粗略衡量金初年女真人的实力。故事出自三朝北盟汇编，说1126年啊，也就是宋靖康元年2月，宋钦宗各地求和，汴京城外的金军统帅沃利布派出了17名骑兵护送这个和议文书返回女真本土。路过河北磁州，遇见了当地的北宋驻军。当时的这批驻军呢，还没有收到和议的消息，就想把这伙落单的这个骑兵给灭了。于是呢，兵马前辖李侃带着2000禁军和民兵出城，打算杀对方一个措手不及。哪想到金人这17名骑兵从容应战，迅速摆出了前期
左右各五的阵型，以前7骑作为先锋，只冲击了1轮就打乱了宋军阵列，剩下的那10个人从左右顺势包抄，最后竟然彻底击溃了宋军，宋军整体伤亡过半，1比118，这种对比太过于悬殊，翻开中国史书很难找出第二例。说他们为什么这么能打呢？因为这些人都是金军中的王牌重甲骑兵。金朝初年啊，金军主要由骑兵构成，分为轻重2种。轻骑兵常常牵着备用的驸马，行军的时候呢，约50为一队，相去100步而行。作战的时候，他们一般被部署在左右两翼，用以在敌军薄弱的侧翼实施突击，人称拐子马。至于冲阵攻坚的，就是重甲骑兵，也就是宋人口中的铁浮屠。史书上说，金朝的铁浮屠啊，上身着沉重铁甲，下身着过膝3寸的甲裙，脸上还戴着一张铁面具，只露2眼，枪剑不能入。惯用的武器，腰上系着8棱棍棒或者马刀，手里是一根1丈2尺的铁枪，背后扶弓，外带100余支长剑，剑簇形状如凿，只要被射中就入不可出。除了人，战马也要附以铁甲。这个骑士呢，常以铁索将自己固定在马背上，可以做到虽死马上不落。金军为了伺候好这些骑兵啊，往往在谋克下辖的士兵中配备1到2名阿里喜，专门负责马匹和载具的保养。可以想象啊，在火药时代来临之前，这样的铁甲战士面对步兵无异于杀人机器。但是这样的铁骑胡旅大致到了金世宗时期就已经基本上凋零殆尽了。等到了魏少王死后，第8位皇帝金宣宗执政啊，女真军队的蒙安谋克们更是堕落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早先呢是每300户为1谋克，10谋克为1蒙安。到金宣宗的时候呢，蒙安谋克全部缩了水，一个谋克满员不过25人，4个这种谋克就能变成一个蒙安。除了打旗儿的、敲鼓的、做饭的，真正能够上阵打仗的也就17、18个人。而就在女真铁骑渐渐颓废的时候，北方蒙古高原上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随着一个叫铁木真的青年出现以后，彻底改变了游牧部落的命运。蒙古正朝着一个统一的帝国前进。蒙古部族啊，和很多古老民族一样，不是一开始就很强大，这中间呢，历经了漫长的发展历程。《旧唐书·侍卫传》记载说，蒙古被称为蒙乌侍卫，侍卫联盟诸部之一，原居于望犍河，也就是今天的额尔古纳河。到了9世纪，他们开始南移，逐渐定居在沃难河、切路连河、图乌腊河以及布尔罕山一带，也就是今天的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与此同时啊，侍卫联盟的另一支鞑靼人从巨伦破，也就是今天的呼伦湖，向西南进入漠北草原，与大漠南北的其他部族杂居融合，逐渐形成鞑靼联盟。那么鞑靼也就逐渐成为了外界对蒙古草原诸部的统称。到了北宋时期啊，大辽征服了鞑靼，在上京道设置西北路招讨司、兀骨迪列统军司，专门来统辖鞑靼诸部。进入12世纪，局势再次改变，由于金朝的建立和统治，鞑靼联盟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7个分布于蒙古高原的大部族：塔塔尔部、乃蛮部、克烈部、汪古部、红杰腊部、密尔乞部以及蒙古部。这一时期的女真人啊，为了保持游牧部落的分类状态和他们自己边界的安全，积极挑动塔塔尔和邻近部落，特别是和克烈蒙古的冲突。对金朝而言呢，这一政策收效显著，各个部落阶级分化越来越严重。想要扩大地盘，拥有更多的财富和奴隶，唯一的方式就是抢。所以在12世纪中叶，大规模的屠杀变成常态，长期的仇杀成为规则。在残酷的战争中，勇敢卓越的那些氏族贵族被公推为汗，一言九鼎，掌握生死。但是问题在于，草原上的权力难以稳固，今天是汗，明天可能就是死人，或者成为流亡者。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啊，就在那些盛极一时的领袖或众叛亲离人头落地，或流落他乡贫乏交困之际，一个出身于蒙古部乞颜博尔济金氏的小伙子替他们完成了统一漠北草原的使命。他的名字叫铁木真。1162年，铁木真出生在蒙古部乞颜博尔济金氏的一户贵族家庭，他的祖辈很多人都担任过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的首领。他的父亲也速该骁勇善战。根据《剑桥中国史》的描述，也速该虽然不富有，影响力也比较一般，但是仍然有一小群跟随他的部下，而且对博尔济金氏的领导有着某种发言权。然而在铁木真9岁那年，也速该在去给他定亲的归途中被塔塔尔人毒杀了。一直和博尔济金氏分庭抗礼的太迟乌氏趁机发难，夺取也速该的部众，致使博尔济金氏迅速衰落。铁木真只能跟着母亲四处流浪。据说就是在这一时期，由于穷困潦倒，铁木真曾因为争夺一条鱼而杀死自己的兄弟。人生的巨大变故让他早早体会到生活的无情，也锻炼了他坚毅的性格和钢铁般的意志。为了活下去，也为了复仇，他开始寻找依靠。他投降的人呢是克烈部首领王罕。王罕因为受金国册封为王，所以被称作王罕或者王罕，原史里还写作汪罕。王罕当初争夺克烈部的汗位，得到过也速该的帮助。为了表示感谢呢，俩人结为安达。也速该死后，王罕认铁木真为义子，并且承诺愿意出力帮助铁木真。在贫富分化的草原规则中，部落里最有钱的富豪是酋长，也叫纳言。那些奴隶或者是属民在取得主人的信任后会成为伴当，又叫纳可儿。这些人平时为贵族操持家业，战时成为贵族的武装核心，统帅部民和贵族出征。依靠强大的克烈部，也速该死后离散的部众开始回归旧部。能征善战的铁木真很快就召集了一批自己的伴当，从此就开启了他统兵40余年的戎马人生。铁木真的追随者越来越多，渐渐就引起了密尔乞部的警觉。这个密尔乞和博尔济金氏的仇恨这会儿已经持续了20年。20年前，也速该抢走了密尔乞部贵族赤烈都的新婚妻子赫额伦。这个赫额伦呢，就是铁木真的母亲，后来和也速该生下了铁木真。20年后，密尔乞人又袭击了铁木真营地，抢走了他的妻子博尔帖。这种情况下呢，铁木真找到王罕寻求帮助，王罕表示同意，并且建议他们还要去请求铁木真儿时的朋友和安达扎木合的支持。这个扎木合呢，是蒙古氏族之一扎达兰部的首领。制定了详细计划，博尔帖被劫走了大约1年的时候，铁木真、王罕、扎木合3股势力兵合一处，突然袭击了密尔乞。博尔帖平安无恙地救了出来，密尔乞人被彻底击败，很多人被俘被杀，但是并没有伤及根基。这一战结束以后，王罕和扎木合满载而归，只有铁木真除了被掳掠的妻子和家属，其余旧部都被扎木合收入帐下。尽管没能从中获利，铁木真却没有急于求成，而是跟着扎木合东归了。在这次回军途中铁木真的妻子博尔帖为他生下第一个儿子竹赤，蒙古语意为客人。这年铁木真年仅23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博尔帖被掳走以后，曾经被当成奖品赏赐给密尔乞部的勇士，因此关于竹赤的身份外界众说纷纭。扎木合呢，更是隔三差五的旧事重提，以此取笑铁木真。如果放到别人身上呢，肯定无法容忍这样的羞辱。就像他的妻子博尔帖，虽然在扎木合面前笑而不语，背地里却经常劝说铁木真应该尽早离开扎达兰部。然而对于铁木真而言，着眼大局才是当务之急。因此呢，他常宽慰妻子，说他们是从苦难中成长，想要自立，只能借助可靠之人的力量。还说他们的儿子竹赤生而体壮，哭声有力，将来必是有用之人，不必计较他人言语。事后证明当时的铁木真并不是不怀疑竹赤的身世，可是寄人篱下，就不得不选择隐忍。不仅如此，在了解到扎木合习惯于贪小便宜的秉性以后铁木真主动让利，
将自己从蔑尔乞部抢来的金带和良马全都送给扎木合，只说了一句话，说凡为安达便是同一性命，不舍不弃，同生死共患难。这种姿态进一步拉近了两人的关系，而这种忍让也为铁木真换来了回报。在依附扎木合的1年半时间里铁木真结识了不少扎木合手下的英豪人物，常常跟这些人讨论局势，分析草原的未来。这些言行逐渐吸引了一批人，同时也引起了扎木合的警觉。终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铁木真做出了选择，他听从妻子博尔帖的建议，率领部众悄悄离开扎木合，返回故乡。面对如此变故，扎木合并未在意，既没有追击，也没有查问，他低估了铁木真，也低估了人心。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的部众开始流失，不少人携家带口投奔铁木真。这其中就有后来名震一时的速不台以及另一位猛将忽必来。在极短的时间里，铁木真聚拢了6、7个蒙古部落，善战的勇士多达万人。这人一多就得有规矩，讲制度。为了便于管理，铁木真开始完善自己的统治机构，以家族和纳可儿为核心，编列出宿卫、护卫、散班，以及负责供应膳食军需的4队人马，组织严密，职责分明，特别类似中原帝王的宿卫军。在此基础上呢，又进一步设立掌管膳食、畜牧、造车的等等10种职务，一套体系开始成型。这就是后来横扫欧亚的怯薛军的雏形。公元1189年，在乞颜氏贵族的推举下，铁木真第一次称汗，成为蒙古乞颜部的首领。但这个位置做得并不安稳。第2年，反应过来的扎木合记恨铁木真势力壮大，于是纠集了太赤乌等部，集结3万兵马，对铁木真发动进攻，史称13邑之战。就说自打铁木真离开以后扎木合发现他的部族开始丢人，3天2头有人离开。发现问题出在铁木真这里以后呢，扎木合实施了多种有针对性的报复手段。首先采取的就是孤立策略。扎木合先是和铁木真的死敌太赤乌部交好，又在西面联合了蔑尔乞部，对势力强大的塔塔尔部和汪古部也态度积极，甚至派人到乃蛮部鼓励他们主动牵制铁木真最大的靠山克烈部的王罕。一套组合拳打下来，铁木真的部族周边几乎没有一个朋友，全是敌人。就在铁木真称汗这一年，金世宗驾崩了，皇太孙完颜景继位了。金朝国丧，边境顾不上，扎木合和这个太赤乌部抓住机会，直接派人到铁木真的牧区抢夺马群，冲突迅速升级。扎木合的弟弟在抢马的时候被铁木真这边给射杀了。很快呢，扎木合就以此为借口，召集13个部落、3万兵马，正式讨伐铁木真。这就是13邑之战的开端。面对突如其来的压力，铁木真不得不动用全部力量，他把有限的兵力编成13邑，也就是13个古列岩。古列岩意思是圈子，这就是蒙古军团的前身。最初的编制是每一古列岩为1000人，设千夫长统领。这个千夫长呢，下辖99个亲兵禁卫，同时他还兼任这99个人的百夫长，又统管另外9名百夫长。以此类推，百夫长管着9个十夫长，十夫长管着9名战士。按照这种计量方式，当时的铁木真总共不过13000人，还不到对方的一半。在冷兵器时代，我们知道兵力相差悬殊想要以少胜多并不那么容易。双方最终在一个叫达兰板朱斯的地方展开厮杀。这一天很可能是扎木合取得了胜利。铁木真战败以后，退避到沃难河上游，扎木合也领军回了本部。按理说他已经赢了，可是在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扎木合犯了一个错误，他开始怀疑自己的队伍里出现了叛徒。结果呢，连夜就把其他12部全都搜索了一遍，但凡有一点通敌嫌疑的就抓起来。这次行动还有个代号叫捕大王，这里的大王呢是当时蒙古对狼的称呼。随后扎木合命人用70口大锅将这些被抓住的大王当众煮杀。由于场面过于血腥残忍，让不少跟着起兵的部落都为之色变，有些人
甚至索性脱离了扎木合，直接投奔了铁木真。就这样，铁木真虽然输掉了战争，可是却得到了一些政治收获。然而幸福来得太突然，就容易坏事。上面章节提到了塔塔尔部，塔塔尔部又被称作塔塔尔部鞑靼部，通常被认为是柔然的后裔，也有通古斯漠河人后裔的说法。有关他们的族属，历来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他们和蒙古一样是出自狮尾的，到宋代有人认为他们是漠河的别种。这个鞑靼的名称啊，在南北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北齐和隋朝通过侍卫知道了鞑靼，唐宋时期开始有了30姓鞑靼和9姓鞑靼等等名称。塔塔尔部的兴起啊，要早于蒙古人，他们先是成为辽国的属部，辽亡国以后又成为金朝的属国。金朝统治时期，塔塔尔部和汪古部、红吉剌部并称为金朝首边3猎犬。金国朝廷一直很重视和塔塔尔部的关系，时不时的给予他们丰厚的赏赐，再加上塔塔尔部所在的呼伦贝尔草原水草丰茂，畜牧发达，这就使得塔塔尔部成为诸多游牧部落中最先进、最富庶的一支。13邑之战发生的时候，塔塔尔部也加入了讨伐铁木真的联盟。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拥有6个大部落，总人口7万有余。在金廷的助力下，周边的大小部族敢与之抗衡者少之又少。这个塔塔尔部和乞颜部互相敌对由来已久。从铁木真往前倒，金太宗完颜乌齐买的时候，铁木真的曾祖父和不勒汗统一了蒙古各部，金朝利用塔塔尔部几次攻打蒙古都屡战不胜，最后只好罢兵修好。和不勒汗死后，他的侄子俺巴还被推选为可汗，也有记载说他是和不勒的堂兄弟。俺巴还呢，选择和塔塔尔部结亲，在送亲的途中反被塔塔尔部设计抓住，送往金朝，献给了金熙宗完颜亶。完颜亶为了杀一儆百，将俺巴还活活钉死在木驴上。蒙古和女真塔塔尔的仇恨从此就越结越深。俺巴还在临死前曾托人带话给自己的儿子，说今后啊要以我为戒，就是磨坏了10根手指，也要给我报仇雪恨。俺巴还之后，和不勒的第3个儿子忽图剌继而当选为可汗。忽图剌率部向塔塔尔发动复仇战争，前后开战13次，始终未能如愿。忽图剌的侄子也速该在攻打塔塔尔人的过程中取得胜利，并且活捉了2员敌将，一个叫霍里布花，一个叫铁木真乌格。铁木真乌格的勇武让也速该心存敬仰，于是呢就把他给放了。返回营地以后，他的妻子正好生下一个男孩，也速该很是高兴，索性就给这孩子取名叫做铁木真。也速该后来被塔塔尔人给毒死了，博尔基金氏族逐纵离散，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那么13邑之战结束以后，不少部落投奔铁木真，为了迎接这些远来的部众，铁木真在沃难河边上大摆宴席款待众人。就在席间，有主儿秦部的首领萨察别起和他弟弟太初跟铁木真发生了摩擦。主儿秦部啊，又叫主儿乞部，这是铁木真的血亲部族，他们都是同一个曾祖父，而且主儿秦部出自嫡系，是和不勒的长子那一支，是黄金家族的核心部族。他们前期依附推举铁木真，后期又开始唱起了反调，严重威胁到铁木真的权威。这个时候铁木真周围的势力要么是仇家太迟乌部，要么是一心想弄死他的扎木合。南方的塔塔尔部是世代仇敌，西面的密尔乞部曾经糟蹋过他的老婆。正发愁怎么打破眼下的这种僵局，一个绝佳的机会从天而降，塔塔尔部和金朝闹翻了。这个事儿的起因简单来说，就是当时的塔塔尔部的首领太把自己当回事了。这一时期塔塔尔部的首领叫做灭古真薛乌勒图，在帮金朝打仗以后，薛乌勒图不愿意上缴物资，而且表现非常傲慢，甚至公然劫掠金军。这一下金朝就坐不住了，觉得虽然你这塔塔尔在帮我们守边防看大门，但是我也没少给你好处啊，好好的突然就不听话了，这还了得。
必须得教训一下。当时正是金章宗当政，金章宗呢就派了丞相完颜香带领大军北上讨伐塔塔尔部。铁木真那边很快也收到消息，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打仗，而是一场政治大戏。如果他能够加入金朝这一边，不仅能报了杀父之仇，还能拿到金朝的官方认可，从一个草根领袖变成有执照的草原管理者。于是呢，不等金朝招揽，铁木真主动联系上义父王罕，提议配合金军行动。公元1196年，完颜香兵分三路进攻塔塔尔部，在切鲁联合击溃塔塔尔部主力，迫使对方败退到了沃里扎河。在绝境之下，塔塔尔人放弃了在开阔地的骑兵作战，转而在沃里扎河岸建立了临时的堡寨进行顽抗。最终在完颜香、王罕、铁木真三方势力夹击之下，塔塔尔人彻底崩溃了。铁木真成功的攻破营寨，捕获并处死了塔塔尔人的首领灭古真薛乌勒图。随后又下令对塔塔尔人实施报复性的极端灭族政策。最终的指令是所有塔塔尔男子，凡是身高超过车轮中轴的，一律处死，不留后患。根据蒙古秘史的蒙古语言词以及多国学者的考证，传统的蒙古大车车轮直径通常在 1.5 米到2米，地面到车轮中轴的高度大约在75到100公分之间。这就意味着被杀戮的对象不仅包括成年男子，还包括绝大多数男童。塔塔尔部的妇女被分配给蒙古将士，幸存的幼童被散布到各个蒙古家庭抚养，最终在身份认同上被彻底蒙古化。即便在一些蒙文史料的解读中，这次屠杀通常也被视作血亲复仇的极端表现。然而在当时的草原法则之下，消除一个具有强大报复能力的这个部族，是确保自身部族生存的必然手段。铁木真和王罕可能是在战场，也可能是在战后专门拜见了金朝统帅完颜香。铁木真的表现赢得了金朝的信任。沃里扎河战后完颜香代表金廷授予铁木真扎呼替呼里的称号，这是一个至今都让人很是费解的头衔，可能是来自于契丹语。对于当时实力尚弱的铁木真而言，这个称号本身并不重要，关键是他从此获得了金朝的官方背书，这就使得他在后续整合蒙古各部的时候能以金朝边境守护者的身份合法处置敌对部落。有了官方背书，也就降低了金朝介入干扰的可能性。按照惯例，金军拿走了大部分战利品，但是铁木真这边呢，获得了塔塔尔部遗留的大量人口和物资。他向金朝证明了自己的效用，同时也默默壮大了自身实力。原本强大的塔塔尔部经此一役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在沃里扎河战后还发生了这么个事儿。在开战前夕呢，铁木真曾邀请主儿秦部的萨察别起和太初一同出兵。主儿秦部口头答应，到了约定时间却并未现身。更严重的是，就在铁木真率领主力在前方和金军协同作战的时候，主儿秦部袭击了铁木真留在沃难河畔的后方营地，杀了守卫，抢夺了大量的人口和辎重。沃里扎河得胜归来，铁木真立刻发兵，彻底打败了主儿秦部，处死了萨察别起和太初，将其部众重新拆散整合，收归己有。简单来说，对主儿秦部的进攻同样是铁木真统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铁木真透过战争表明自己态度，别看是血亲，如果不效忠于我，一样会被惩罚。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剪除了主儿秦部，也为铁木真完全除掉了仅有的在他之上的蒙古显贵家族。就在接收主儿秦部人口的时候呢，铁木真还获得了2位对未来帝国至关重要的人物。一位叫木华黎，当时是主儿秦的家奴，后来成为成吉思汗麾下著名的4杰之首。另一位叫施吉忽图忽，当时还是一个孩子，后来被收为养子，成为大蒙古国首任最高段士官。从13邑之战到围攻塔塔尔，再到清剿收编主儿秦，这3场草原征战对铁木真影响极为深远。
也对日后他统一蒙古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公元1206年初春铁木真在漠北沃难河源头召集各部落贵族首领，隆重举行忽里勒台大会，由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萨满代表长生天向众人宣告，铁木真被选为大蒙古国唯一统治者，正式推举铁木真为成吉思汗。正是在这次大会上，成吉思汗竖起了象征国家和平与神圣权威的九由白道，彻底废除了部落血缘制，将所有蒙古人编入十进制的军事单位，10户、100户、1000户、10000户。原本小规模的亲卫队正式扩编为1万人的切削军。这支军队从千户长的子弟中挑选，既是大汗的保镖，也是未来帝国将领的培训机构。自此以后，铁木真以九由白道为标志，建立了大蒙古国，以成吉思汗的名号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成为欧亚大陆上一位耀眼的帝王新秀。感谢您的收看收听，慢聊蒙金战争第1集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热推。蒙古立国并不意味着草原征伐已经停止，大金王朝因为野狐岭之战走向崩溃和衰落。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